1950年5月，我第4野战军成功渡过琼州海峡，解放海南岛。然而就在我们再接再厉，准备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，解放宝岛台湾的时候，朝鲜战争却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。2天之后，美军第7舰队陈兵台湾海峡，导致我国统一之日无限期推迟。这件事一直都是中国人民心中的遗憾。虽说历史没有如果，但倘若当年没有爆发朝鲜战争，粟裕率领65万大军，到底有没有机会把台湾给收回来？1950年是蒋介石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在内，国民党100万大军灰飞烟灭，国民党内人心惶惶，各寻出路。在外，杜鲁门公开宣布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，更不会对台湾提供任何援助。看起来蒋介石政权距离倒台似乎就在眼前。可实际上呢，台湾政权的实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。早在1948年3大战役还没结束的时候，蒋介石就已经察觉到大事不妙，开始给自己安排后路了。当时他的幕僚给他提了3个建议。第一是退入四川，在西南构建基地，等待国际形势变化。因为四川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，易守难攻。抗战时期，日本人倾尽举国之力都没能成功突破这里，这是经过历史考验的。但是蒋介石认为此一时彼一时，抗战时期是军民一心，四川百姓哪怕节衣缩食也会支持国民党政府，当时既有地利也有人和。可是现在是打内战了，四川人不可能再为他回家纾难。而且遍览历朝历代史书，四川人在打内战方面的意志堪称是全国最弱的一个省份。历史上只要剑门关天险一旦被攻破，基本上都会陷得投降。所以蒋介石否决了这项提议。夫人宋美龄则建议他到美国建立流亡政府，说不定有朝一日可以借助美国力量卷土重来。可蒋介石也不赞同这样做，因为那样必将沦为美国的傀儡。还有人建议他效仿明朝末年南明王室的做法，从云南进入缅甸，借助那里的高山密林建立流亡政府，然后等待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。可蒋介石觉得这条建议太不吉利，也给否决了。后来还是一个叫做张其云人给他献计，让他效仿郑成功家族退守台湾，像明末清初那样借助台湾海峡跟大陆周旋。这个建议深得蒋介石的欢心。为了经营台湾，蒋介石可谓是煞费苦心。他先是调派从东北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名将孙立人，带领他的新义军到台湾去组建一支新军，以备将来。随后又让自己的心腹手下陈诚取代了前任台湾省主席陈仪，主持台湾的民政。当时陈诚在内战中被打得灰头土脸，他是以养病的名义前往台湾的，所以当时的人都以为他这是贬黜，所以没有太过在意这项任命。直到后来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，才发现这是蒋介石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英明之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陈仪在台湾省当主席的时候搞得天怒人怨，岛内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人心思变。后来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之后，恶性通胀又一次席卷了台湾，当地的百姓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到了10日和丧，无与辱俱亡的地步了。以这样的群众基础，就算后来蒋介石撤退到台湾，他也是站不稳脚跟的。可是陈诚的到来却为国民党成功争取到了台湾的人心。他到了台湾之后，先是向蒋介石要了80万的黄金作为准备金，重新发行货币，稳定物价，打击投机商人。后来又在台湾进行了名为375减租的改革。当时台湾地区的土地兼并程度一点都不比大陆轻。据可靠资料记载，1949年之前，台湾的佃农承担着高额的佃租，税率普遍高达50%至75%，这还只是交给地主的那一份，除此之外还要支付政府的苛捐杂税呢。可想而知，当时的老百姓过得有多惨。陈诚主政台湾之后，规定地租最高不能超过 37.5%， 而且这 37.5% 里头还包含了地主的种子。这样一来，大大缓解了台湾的土地矛盾，也让台湾的底层民众对国民党有了一丝好感。而他的货币改革也成功稳定住了市场物价，让市民阶层不再如过去那样敌视国民党政权。当然了，作为改革受害者的上层精英肯定是不爽国民党的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过去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兵败如山倒，除了军事上的无能外，
主要还是因为国民党把农民和市民阶层全都得罪了个精光。我党人心所向，拥有源源不断的兵源跟支持者，所以打起来才会所向披靡。以当时台湾的社会情况，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单死胡将以赢王室的情况，那么就只能面对面的硬碰了。可这样一来，又面临着几个难题。首先是当时台湾的军事一把手孙立人，并不是一个无能之将，相反，这个人战功赫赫，指挥艺术极为高超。他手下的新一军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，这支军队在东北战场上没少让我们吃亏。他之所以没有在解放战场上发挥太大的作用，主要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内部的异类。这个孙立人并不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出身，而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，是个亲美派。而国民党最大的亲美派是谁呢？当然是宋美龄跟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。孙立人的新一军就是以宋子文的税警总队为班底组建而成的，说他是宋家的私军都不为过，所以蒋介石一直对他心存忌惮，不肯重用。如果说孙立人是我们进攻台湾的第一道障碍，那么第二道障碍就是台湾海峡。台湾海峡风高浪急，最宽的地方有300公里，而最窄的地方也有130公里。当时我们手中海军主要以渔民的小木船为主，另外夹杂少数国民党起义的舰艇。以这样的实力，在海面宽阔波涛汹涌的海峡跟敌人硬拼，无异于是以卵击石。而且海战不同于陆地战争，陆地战争我们可以凭借战士的意志和战术拉平双方的距离，但是在海战上，个人的意志微不足道，主要还是炮火跟舰艇吨位起决定性作用。有人会说，那么我们当初解放海南岛的时候，不也是渡海作战吗？国民党那边不也是有海军吗？可是琼州海峡最窄的地方也不过是 19.4 公里，在这种狭窄的环境下，吨位庞大的舰艇是不容易发挥优势的，相反，民用小木船反而有机动的优势。其实早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1年前，当时驻扎在福建沿海的粟裕跟叶飞就已经尝试过解放台湾，目标是台湾的门户金门岛。镇守这里的也是一个让我吃过苦头的国民党名将胡琏。那一次作战，我们的登陆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，而战败的原因主要是抢滩登陆能力不行，加上海军落后，后续援兵又无法通过海上源不断补充。从金门岛的案例几乎就可以推算出将来登陆台湾的结局了。台湾距离福建更远，守备力量更加强悍，打个金门岛都这么困难，那么日后攻打台湾的难度可想而知了。此外，想要抢滩登陆成功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，那就是要有内应接应。当初我们之所以在海南岛成功登陆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南岛一直存在着一支琼崖纵队。冯白驹领导的这个纵队在解放海南的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那么我军登陆后很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给推下去的。可是在1950年的时候，台湾那边已经不存在这个条件了。我们在台湾本来也是有共产党组织的，可是因为一个叫做蔡孝乾的叛徒出卖，导致整个台湾党组织全军覆没，就连好不容易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吴氏将军等人也暴露了。情报一直都是我军对付国民党的一件神器，现在这个利器失去作用了。也正是因为蔡孝乾的背叛，粟裕原本准备在1950年年初发动的登陆作战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，直到朝鲜战争爆发，我们也没有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。那按照这个说法，我们当时就真的没有可能解放台湾了吗？其实办法还是有一个的，那就是苏联如果派出海军援助的话，我们还是有可能解放台湾的。只要苏联的海军能把我们成功送上岸，就算孙立人再难缠，最多也不过是多花些功夫而已。其实当时我们确实尝试过这个办法。1950年1月，毛主席出访苏联的时候，就曾经向斯大林提出过这个要求。毛主席希望能够在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得到苏联的援助，可是对于这个要求，斯大林却一口回绝了。同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，斯大林为什么不肯拉兄弟一把呢？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国际背景。二战结束之后，美苏两国曾经签订过一个叫做雅尔塔协议的条约来瓜分世界。中国虽然名义上作为战胜国，但也在被瓜分的对象之列。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，中国北方的贫瘠之地是苏联的势力范围，而南方的高于之地则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。战后，
蒋介石分别跟这2个国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。这2个友好条约实际上一点都不友好，基本上把中国人能卖的主权一次性全都给卖了。晚清70年签订的所有卖国条约加起来都不及这2个条约有分量。从苏联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不想改变雅尔塔体系现状的，所以在1949年我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的时候，斯大林就曾经发电报过来，百般阻挠，希望我们不要渡过长江，避免惹恼美国。可是当时毛主席没听他的，还是下令发动了渡江战役，这让斯大林很是不爽。渡江战役发动之后，美苏2国在中国的分界线就由长江变成了台湾海峡，至少在苏联人自己看来是这样的。至于中国政府愿不愿意当他们的势力范围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如果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攻打台湾，那就相当于苏联主动违背战后分赃协议，结果必然招致美方的战略误判，进而引发美国亲自下场干预。其实斯大林这么想也并非是杞人忧天，因为就在不久之后，朝鲜发生的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因为北朝鲜越过38线，主动进攻美国小弟南朝鲜的行为，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主动违背战后分赃协议，越界入侵。所以当时朝鲜战争在美国人看来，可不是朝鲜半岛的2个兄弟打架，而是一次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。既然他们在朝鲜挑衅了，那会不会在台湾海峡也挑衅我们呢？所以开战2天后，美国就把第7舰队派到台湾海峡震慑中国。后来我们炮击金门的时候，之所以能够让美苏2国感到干颤，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他们是真怕中国擅自打破分界线，把2大阵营全都拖下水，打第3次世界大战。总而言之，虽然当时我们看起来气吞万里如虎，而蒋介石看起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，但内外的各种条件都不允许我们当时解放台湾。但是今日已不同于往日，笔者相信解放台湾就在不远的将来。